就是他们2个了。从今儿起，不必再在翊坤宫伺候，给我带走！你干什么？松开！松开！我打前底就跟着皇后娘娘伺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三宝哪都不去。不去？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都不算。可是皇贵妃的意思，谁敢违抗？皇贵妃也不是皇后，她说了算吗？你这闹什么呢？来带走三宝和云芝。翊坤宫不能一个太监都没有，且我年龄大了，云芝跟灵芝得在这儿伺候着。按照翊坤宫眼下这个情况，留下你和灵芝也就够了。且太监嘛，主子娘娘身边不老实的太监多了，凌云彻就是一个。还是走了的好。你胡说八道！打你个胡说八道！哎呦，干嘛呢？让你胡说八道！你敢打本宫？你就敢打了！我告诉你，这顿打是替皇贵妃教训你。皇上可说过，这宫里边不许再提凌云彻3个字。你竟敢违逆！我倒要看看皇贵妃怎么保你！那行，不说这个了，人我得带走。我告诉你，若是得罪了皇贵妃，翊坤宫的功业可就没那么周全了。你敢？没什么不敢的。皇上都不理翊坤宫了，后宫就是我们皇贵妃做主，你们且瞧着吧。荣姑姑，就当是为了娘娘，奴婢愿意出去，不叫娘娘为难。荣姑姑，我且出去，再做计较。就是，早这么识趣不就好了吗？主子娘娘静心思过，奴才啊就不打扰了。带走。这算什么？皇上到底还没有废除娘娘，为何只剩下咱们2人？答应还有个太监伺候，娘娘连这点体面都没有了。也好，三宝跟云芝出去，也能有个通风报信儿的，也不算太坏。好了，去准备点吃的吧，快去。办事大臣萧成勒索韩部百姓一事，儿臣已经查清楚了。萧成已被夺职，也算平息了民愤。那就好。政治天下就是为了各部融洽、和睦一心。此次萧成勒索百姓事小，但影响甚坏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怨。也告诫各部官员针对各部的一视同仁之心。皇阿玛对荣娘娘一直关怀备至，也算是对韩部百姓的一种安抚了。好了，这些日子你查萧成的案子也疲累了，下去歇息吧。皇阿玛，儿臣想向您求个恩典。何事啊？儿臣在司库房看到了三宝公公。哦，他不在翊坤宫伺候了。儿臣想着宫人调度的小事，皇阿玛果然是不知道的。这些事情自有皇贵妃打理。皇阿玛，儿臣别的不敢说，但求皇阿玛看在12弟的面子上，善待皇额娘。你在替他求情？儿臣实在不忍看额娘忧心，12弟泪目，更不敢忘了皇额娘的养育之恩。永基还好吧？母不安，子何以安？
额娘就算把十二弟照顾得再好，可母子连心，十二弟总是伤怀。可怜他这般年纪，总是这般愁苦。朕知道了。永琪，你是朕的皇子中年纪最长的，在外头办好你的差事，后宫的事情别多问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永基跟永琪向皇上求情，容妃也帮着说话，我才进来的。起来吧。永基和永琪都还好吗？他们都好，永基也很想见姐姐。我如今这个处境，就别让他来了吧，免得他见了心思更重。十二阿哥在外头有我，姐姐大可以放心。近日太后也常见十二阿哥，待十二阿哥很好。太后能顾怜永基，我也就安心些。永琪呢？永琪的伤如何了？永琪这几日帮着皇上处理政务，日夜繁忙。我问他复古居的事，他总是说小事，还嫌我忧心太过。这也难免，永琪大了，也娶妻生子了。但是生子的事儿还是不能大意的。是。姐姐，我让叶心多准备了几床被褥，还有一些平时穿戴的衣物。索性也亲手为姐姐缝制了一些贴身的衣裳，我一并交给灵芝了。多谢你，这儿的吃穿用度也都周全，往后也不用怎么费心了。姐姐。我知道，因为那件事，你对我有一些生分。可是当日，你让容佩把那个香囊交给我，我便知道姐姐不是全然不理我的，姐姐是怕我受了牵连，所以……你既然懂得，还偏要进来。如今姐姐这般处境，我不进来看你一眼，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姐姐，我不怕受牵连，我只怕跟姐姐隔心。凌云彻那事儿，你我姐妹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真的跟你隔心呢？算了，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如今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是跟我离远一些比较好。今日见了，下回也不要再费尽心思再到这儿来了。姐姐。
来了。给灵妃娘娘请安。坐下吧。谢娘娘。我阿哥的身子如何了？王爷的身子已经大不如前了，腹股局已经发作了好几次。妾身每夜都要给王爷换药帖。太医说，如果只是静静养着不受寒，还有3分可治。这太医说只有3分可治，那就是强弩之末了。我阿哥如此，也是你事情做得好，你额娘的仇也就快报了。是啊，妾身就要给额娘报仇了。可妾身也时常忍不住想，如果这五阿哥不是仇人的儿子，该多好。怎么，对五阿哥动了真心啊？是五阿哥对妾身实在是太好了。世间任何一个女子，倘若能得五阿哥此般真情，那真是3生有幸。可妾身却对王爷的情谊无以为报。本宫知道，每个女人都期盼在这世间能遇到有情之人，然后两情相依，相守到老。可这份幸运啊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。云娇，你的时日不多呀。你曾跟本宫说过，你额娘是世上最好的额娘，你要为她报仇尽孝。本宫只问你，你还是不是这样想的？你不答，本宫就当你还想着。如果你还想着，那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？在你不多的时日里，完成为你额娘报仇的最后一步。妾身当然想为额娘报仇。妾身苦苦撑着身子直到现在，无非也就是靠着这点心愿。可为什么给额娘报仇就一定要王爷的命呢？本宫知道你的痛，在这世上，尤其是在宫里，谁不是痛到了极处，舍了挚爱，才能完成一点点心愿？若不想痛，那便只有将心愿舍了，便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这是春蝉帮你弄来的，只要一点点，洒在五阿哥的伤处，不出几日，他就会毒气溃发而亡。这粉不会有任何人能察觉。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这东西要不要、用不用，也是你自己拿主意。难道妾身能盼的，就真的只有跟王爷的来世了吗？也许永琪不再痛苦，你们来世还能早日相聚，再续
你们今世的前缘吧。你的皇后凤冠呐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乌拉那拉氏再也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我一直想要问问您，您身在宫中，有哪一天是平安喜乐的吗？我的确未曾一日欢喜，可是在这儿，欢喜从来就是不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，既然不曾欢喜，为何逼迫自己？皇上和我都已经不是彼此心中的那个人了，放手了不是更好吗？可你是乌拉那拉氏的女人，要誓死捍卫皇后的地位，延续家族的荣耀。家族的荣耀。乌拉那拉氏的女人，好像世世代代都被这几个字拖住了。姑母啊，我不想如您一般，深陷执念，不得解脱。我还希望乌拉那拉氏的女人不要再进入深宫。自从皇帝禁足了皇后，这都半年了。前朝多少大臣进言，说要废后的，被皇上贬斥了；说要解了皇后禁足的，也被降俸降职了。如今这前朝可真是安静了，连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。那太后您还心烦？没声音就是没定断啊！唉，皇帝也该想明白了，早点儿把皇后给放出来，弄成这样，多尴尬呀！皇上呀，这是等着皇后主动低头认错呢。娘娘又在看绿梅，时候不早了。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。睡不着。奴婢还一直想问您呢，怎么这么喜欢这盆枯了的绿梅啊？听说您是从延禧宫一直带到翊坤宫来的，枯了这么多年都舍不得扔。你没有见过它开花的样子。当年皇上把这送给我的时候，满枝绿莹莹的，好看极了。人还未到江南呢，绿梅却先到了。皇上记得我喜欢苏杭的绿梅。
我也仔细地养着。过了没多久，它还是死了。这南方的绿莓到了北方，还是水土不服的。